各位，不是不到，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报销。这两天呢，我在说这个吃瓜盟主的这帮邪教们的事儿，是吧？我也受到了很多的攻击。这帮这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这帮邪教徒们，有人跟我说呀，吃瓜盟主的粉丝其实还都是爱国的，而且是在爱国里边提纯的那种脑残爱国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中国的爱国者绝大多数都是理智的，而吃瓜盟主提纯的恰恰是这些爱国者中的那些智力不过关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人呐，他只要一极端就脑残，别管是那些轮子那些反贼，还是那些爱国者里，都有一部分极端的精神病，而吃瓜盟主提纯的正是这群精神病。这帮精神病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呀？跑到我的视频底下给我留言，你完了，你敢惹吃瓜盟主，就让你消失在这个互联网上，你的账号马上就没。不是，我请问，我又不是在国内的账号，你们集中举报那种伎俩在国外是没有用的呀，你怎么让我的账号没呀？还有邪教徒给我留言，你等着啊，我们吃瓜邪教遍天下，现在已经有人在北京城里到处去搜捕你了，举报你翻墙上网。不是，这怎么这词儿听着像台湾的那个八囧的那些信徒一样啊？那些台独绿蛙一个劲儿的口。再说了，我又没在国内，你到他家的北京城搜捕我，举报我翻墙上网，你说这不是精神病，这是啥？你能给我告诉一个更加贴切的词儿形容这些人吗？它就是一种邪教，真的啊。那么老有人说，浩哥，你只要是在这个油管一提谁谁马上就要完为什么呢？你是不是那个上边有人？没人啊。那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只不过是看的稍微的远了一点而已。也有人说你吹牛，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个把这个吃瓜盟主给提溜出来的人，人家在国内比如说潮妈呀、大头鹰啊，早就把他提溜出来了。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说这个吃瓜盟主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从一个角度，他们在国内他们肯定不敢说吃瓜盟主是间谍，吃瓜盟主是那个反贼，或者说是邪教，他们从来没这么说过，对吧？我直接就说了，我说这家伙是个邪教，这是挑动中国民族对立的，没准是拿哪国钱的那种反贼你看我一说完这事儿就大了吧？你看这两天我只要是一说完，真的就兔子尾巴长不了几天了。这不是兔子尾巴永远也长不了，是吧？好吧，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啊！你看看浩哥这个嘴怎么样？抖音集团表态了，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刚刚在微博上表态了，吃瓜盟主在抖音那个账号已经是520-30万粉丝了，从100万涨到了520-30万粉丝了。就是他的那些邪教徒们来说，你看看疯了没有？不仅没疯，而且教主涨粉涨得如此之迅速，对吧？那就说明你们是反动派，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回了一句话吗？对吧？我说精神病傻子越多，死得越快。14亿人里边有500万的底层精神病，有什么稀奇的呀？再说了，这里边也没准好多是那些水军或者是海外的这些反贼的账号是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呀，
对吧？这里边成分很复杂，但是呢，精神病聚集的越多，死的越快。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昨天发了关于满汉全席吃人的辟谣卡，不少网友关注。最近呢，关于《红楼梦》是悼念明朝的说法的内容讨论也很热烈。我们发现，除了对历史文学作品的正常讨论，也出现了不少史实的错误或者是没有根据的猜测。除了满汉全席吃人，还有夫妻肺片也是吃人，这我倒没听说。那不是四川菜吗？什么华伦天奴祖上是满清的贵族等等啊？好吧。抖音的辟谣团队的同事这两天一直在搜集权威的报道和资料，对这些热议的争议信息做了核查，初步梳理了10个不实或者是争议较大的点。现在在抖音搜关键词就能看到查证的结果，对应的内容也在持续做处置啊。还是那句话，对历史文学作品的讨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解读，但不管是何种观点，都要有事实为前提，理性讨论，拒绝盲目吃瓜啊！你用的这词儿，你看看，这个抖音官方说，关于吃瓜盟主相关言论的事实核查啊，吃瓜盟主是一名近期引发热议的历史类的自媒体的创作者，他近期发布的系列观点引发了对明清史西方唯史论的讨论。随着讨论的持续的发酵啊，延伸出满汉全席是满人吃汉人，工业明珠窃取明朝的蒸汽机技术等等历史事实的谬误。文学作品的解读向来是多流派争鸣、多元视角的延伸，但是历史研究与传播必须坚守严肃性，以事实为根基，不可虚构与歪曲啊。这个事件中用户关注度较高的讨论点经核查，结论如下啊。说这个《红楼梦》是悼念明朝之作吗？缺乏可靠的证据，没有形成学术界的共识。满汉全席，满人吃汉人，那正是瞎扯淡啊！造谣，那肯定是造谣，是吧？啊，那个说是其他的延伸啊，存疑内容事实核查，英国工业革命窃取了明朝的蒸汽机技术，说法缺乏依据，没有史料支持。郑和下西洋乘坐的是蒸汽动力船，说法缺乏依据。夫妻肺片、老婆饼都是清朝满人发明的美食，该说法缺乏依据啊。说清代严禁民间教育，识字率不到1%，说法缺乏依据啊。清代的识字率在10%到30%的区间，和解放前啊没什么两样。说清代强迫汉族的女人进行断足式的裹脚，该说法缺乏依据啊。缠足是流行于宋代、明清时期，是普遍的社会风尚。清代政府曾多次下令严禁汉人的女人缠足，但屡禁不止，只好放任啊。这个清朝还不让缠足啊。清代清宫剧涌现是因为娱乐圈的清朝八旗后裔的操控，企图美化清朝，该说法缺乏依据啊。说华伦天奴品牌创始人祖上为满清贵族，品牌的中文名辱华，该缺乏依据啊。说元清非中国论，该说法缺乏依据啊。好吧，这就说明什么？抖音官方已经彻底的把这个吃瓜盟主定义为一个老摇婆子了，他就是一个摇棍。那有人说了，那这个吃瓜盟主怎么还不封禁啊？你别急啊，他要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是有舆论，然后呢平台的官方注意到，然后呢汇总到网信办啊，网信办就该下令了。吃瓜盟主的全网的封杀马上就到来了，浩哥的预言没有错过，朋友们，完了，那是彻底的完了。吃瓜盟主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它是在
中国的大陆的反贼里边和爱国者里边属于猪八戒类的，两边不是人，你这也很奇葩，你知道吗？第二个，倭瓜姐，有人就要疑惑了，瓜姐不是黄汉主播吗？怎么夹头评价里也有她啊？这你可就错了，倭瓜姐可不只是黄汉主播，实际上人家是集黄汉、夹头、唯史论主播于一身的3位一体主播，要不人家粉丝怎么都带着一股邪教味呢？就是这么强，而且实际上黄汉粉丝那就是夹头粉丝的再次提纯版，纯度高达4个9，是夹头的最高境界，没有之一。所以能把这黄汉、夹头、唯史论3种神功集于一身的，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对吧？那有人要问了，怎么才能像瓜姐一样牛逼呢？哎，这你就问对人了，我就长期专门研究他们。这么说吧，要做到这种3位一体，首先你得3观不正，通俗点说就是不要哎，这就叫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而且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几个夹头抽象主播以外，全网各界主播罕见的同仇敌忾的锤瓜姐，其今日言论已经让他彻底暴露且翻车了，可以说他绝对是咎由自取，有余辜啊！毕竟他的分裂言论已经对我们社会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甚至还影响了很多青少年，恐怕短时间都难以消除了，可谓流毒深广，罪孽深重啊！所以他能被取缔，那真是大快人心啊！也希望能早日把那些和他一样的唯史论主播都取缔掉。毕竟我们的民族自信绝对不能建立在虚伪、拉踩、自欺欺人的基础上。再说回瓜姐，估计之后再也看不到她的新逆天言论了。这里先替她的粉丝们伤心一下，当然我必须说一下，我真是太高兴了。而关于瓜姐的详细评价，其实在她被锤之前，我就在唯史论锐评视频里对她做过详细评价了，就不重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主页看一下。这里我们只看影响力维度，相比我前面提到的夹头4皇，瓜姐的影响力显然还是差了点。但鉴于其言论的逆天性，这里给到瓜姐一个顶级，应该是中肯的评价了。我愿称其为夹头界女帝。大家鼓掌。第3个。前不久有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同学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现在接受了一系列新的观念，被称作叫1644年史观。他说他系列的听了网上有一位叫吃瓜盟主关于这个明清历史的解读，对他的整个冲击很大。因为我本人没有对吃瓜盟主的系列视频进行学习，实话说我了解的很不够。实际上明清历史非常复杂，不仅是纯历史的问题，涉及到民族的感情，涉及到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落后，也涉及到我们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等，都和明清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个话题其实很大。我觉得我们今天以不同的角度对明清历史进行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自信，无论是对西方的祛魅，对膜拜欧洲、膜拜美国、膜拜西方的行为的一种肢解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解读明清历史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14亿人，或者我们50多个民族共同利益在哪里？这一条我觉得还是要清楚，实际上是民族团结。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间，几千年以来，这种多民族的融合叫大杂居小聚居，以汉民族为主体，多种民族共同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民族交融、民族融汇，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说这是一个主流和方向。因此我们说，对中华民族、对14亿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利益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要牢牢地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尤其是少数民族朋友，一定很自觉的我是中国人，在强调个性的时候，一定首先想到我是中国人的一员，首先想到一，就是我们多民族是个多，但是首先是个一，这个一是谁？就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就这一点对我们特别重要。大家想，我们一旦走向了民族的分裂，一旦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出了问题，一旦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关系所有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这个底座，叫价值观底座和精神底座、心灵家园底座，如果说出了问题以后，我觉得等待中华民族的恐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局面。我曾经去新疆和朋友们做交流，我有一句话，
我说天山美不美？整个新疆的土地山河美不美？美。为什么美呢？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中华民族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的生活在这里，叫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我们社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这个时候外国使坏，使坏的时候各个民族都不上当，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无论谁使坏都不上当。整个新疆地区的山河如画，我们中华民族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里，才能感受新疆的山水之美。可是一旦走向了民族的分裂，一旦走向了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做一个中国人，做中华民族之一员的那个意识如果淡漠了，那么美丽的山河恐怕就很难欣赏了，战乱冲突血腥恐怕就会成为现实。大家知道在世界各国很多地方这种情况多次的上演，触目惊心。我们中华民族啊和其他国家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是我们50多个民族共同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我们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守候自己的家园，爱护自己的家园，共同以做中华民族之一员为光荣，共同以做中国人为光荣。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民族唱歌的、跳舞的、甩头的，有些民族个性、民族美食没有关系，但是首先是有一才有多，多和一有机统一。所以我想说，整个明清的历史啊，在解读起来的时候，从好的方面，我们怎么样激发民族的自信心，做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尤其是对西方的那种崇拜和膜拜把它肢解掉，对西方的祛魅，使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好，或者中国人的底气、中国人的自信来生发起来，配合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局面，都是好事。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小心又小心，就是要倍加爱护中华民族凝聚成一股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要非常清楚，中国人的福祉依赖于我们中华民族所有人的团结，依赖于各个民族之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依赖于每一个民族自觉地以做中国人、以做中华民族之一员为伟大的光荣。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心灵家园、精神家园、价值观的底座，这一点我觉得不能含糊。具体历史的细节，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都很正常。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怎么说，一定是对中华民族的福祉、对民族的团结、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对民族的复兴，都是有所裨益。如此，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都是正常的。爱国教授郭继成也出来发声了，也意识到了吃瓜邪教分裂中国民族搞这种对立的危险性。我说完了之后，中国的大 V 们纷纷下场，然后是抖音集团、官媒也下场了。齐鲁一点这是山东的一个官媒吧，拒绝盲目吃瓜。然后呢，他引用了网友的留言，文章里引用了网友的留言说这种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中推送就是有人不想让这事儿热度过去，只要不斩断其源头，后续类似的议题和传言必然源源不断。那帮瓜粉现在都魔怔了，应该从源头上彻底的处理了，没有严惩的手段很难有效管理。为何不封号吃瓜盟主，或者是禁止关注呢？为何不禁止吃瓜盟主的账号关注呢？还有瓜粉说了，你阅读能力堪忧，这里面哪条否定吃瓜盟主啦？你看见了吗？官媒已经下场了，已经借网友的口发出了质问，他为什么还不封这样的邪教妖女呢？马上就封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到了中央网信办了，你们就等着吧，
很快。点个订阅，下期再聊。